这个男人被女友打电话分手，晚上借着酒劲来到前女友家，走进前女友母亲卧室，与其同床共枕一宿。女人以为是女儿喝酒太晚，回家走错房间，任由女儿抱着自己的腰肢。第二天，丫头起床了。他摸了摸搭在自己身前的手臂，感觉不太对劲，又向后摸去，这触感，结实的肌肉，他瞬间清醒。王明，女子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推开王明，然后迅速起身。阿姨。王明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，用力的揉了揉眼睛。你怎么会在我床上？王明，你个混蛋！王明稍稍回想起昨晚的事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走错房间了。王明结结巴巴的解释，充满尴尬和愧疚感。女子看着王明，这王明长得还算周正，不谈别的，自己被他抱一宿也不吃亏，毕竟自己都37岁了。只是这男人是自己闺女的前男友啊，而且才刚刚分手半个月而已，他竟然和自己同床睡了一晚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让我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？又该如何面对萌萌？阿姨，我真的走错房间了，我想来找周萌萌的。走错房间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知不知道你这是私闯民宅？王明慌乱起身。阿姨，真的是误会，我喝多了，脑子不清醒。此时，一道声音从王明脑海里传来：叮，检测到宿主迷恋系统绑定成功，系统初期礼包发放，宿主请自行查看。触发任务：与周淑晴约会3天，每天约会要相比1个小时以上才会完成当日进度。任务对象的迷恋度达到100时会有额外奖励，迷恋值可以兑换成系统币消费。王明查看起系统礼包，分别是兰博昆尼的跑车兑换券1张，橘子牌笔记本电脑兑换券1张，方形花卉1捧，使用后迷恋度加30点。随后面板中显示出周淑晴的信息。王明正探索着系统，却被周淑晴的问题打断。喂，我问你话呢，王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刚才王明听系统说话分了心，没有注意到周淑晴的问题。我有钥匙啊！王明急切地掏出钥匙。阿姨，你看，这是周萌萌放在我这里的钥匙，我真没撒谎。昨晚喝多了，脑子晕乎乎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就睡到你床上，真没别的想法。你看这一夜我多老实啊！周淑晴回想起昨晚王明搂着自己，脸上不禁泛起一阵羞涩的红晕。其实周淑晴不是周萌萌的亲生母亲，周萌萌5岁时在福利院被周淑晴领养走，周淑晴是一直未婚的单亲妈妈。罢了，我就当是个误会，你赶紧出去。好，我这就走。走之前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，阿姨？你说。阿姨，我可以约你吗？您身上的香气让我睡得很安心。周淑晴听到王明的话，一脸不可置信。王明，你疯了吧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是你前女友的妈妈，你赶紧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收起来，简直太荒唐了。一点也不荒唐，您一直单身，就大学期间谈过一场不到2周的恋爱，因为不让亲亲，你男朋友就和你分手了。您一直单着，就不渴望爱情吗？我和萌萌已经是过去式了，现在的您成熟、美丽、有韵味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意。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，王明舔着个闭脸，说出一大串话，这可给周淑晴气得不轻，连忙指向他。我把你当孩子看，你怎么能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？你赶紧给我出去！果然，迷恋度太低，很难接受。于是，王明拿出系统给的方形花卉，一捧玫瑰花出现在王明手中。那阿姨，你把花收了我就走，你也不想周萌萌看到咱俩这样吧？王明露出猥琐的笑容。周淑晴也不想这种事被女儿撞见，勉强的接下了花束。你快出去吧。拜拜，阿姨，我会约您的。王明将钥匙丢在床上，走出卧室。周淑晴见王明走后，闻了闻玫瑰捧花，这小子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？这花好大，肌肉好香。哎呀，想什么呢？太夸张了，这可是闺女的前男友。周淑晴疯狂的摇脑袋，试图让自己正常点。来到客厅，王明正撞上了回家的周萌萌。周萌萌满脸愤怒。王明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王明心里一紧，大脑飞速运转，还没等他开口，周淑晴从卧室走出。他来给你送钥匙的。对，钥匙给你妈了，我走了。站住！周萌萌怒喝：“你太过分了！我都说了不要再来烦我，你要不要脸？竟然还找来我家里！”周萌萌，我永远都不会再烦你，你也记住不要再找我，从此你是你，我是我。说完便摔门而出。周萌萌看向周淑晴：“妈，他再来不要给他开门。”这个小伙被女友甩了，为了报复他，夜里偷跑到女友母亲房间，钻入被窝。第二天睡醒，意外绑定迷恋系统。系统发布任务攻略：前女友母亲，攻略成功可获得迷恋点，用于兑换系统奖励。接上集。王明离开周萌萌家后，来到公司，因为经历了昨晚的事情，精力不集中，向美女老板请假。这个老板对自己挺不错的，但如果系统中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那么谁还要当牛马？之后，王明来到兰博昆牛 4S 店，从系统奖励中取出兑换券。那帮我看看，这个兑换券可以用吗？工作人员接过券，检查一番后说：“先生，当然可以用，这是全国通用的。你要今天兑换吗？”“对，今天就换。”“小林子，接待一下。”“哎，来了。”随后接待小姐带王明来到车前。
先生，您是今天就要提走吗？看了您的兑换券，是230万那款激牛狂飙，目前现车只有橙色，如果需要别的颜色或定制配件，需要等2个月。你们能回收吗？我想把车卖给你们。王明有想过提走，但是一想到完成任务后奖励更多，以后想买不是小菜一碟，打算先换成钱拿来追周淑琴。接待听后震惊，慌忙问道：“您是说将没上牌没上路的新车再卖给我们？”对，能卖多少？啊，先生，您真的要卖吗？虽然是还没有上路的新车，但是原封的收购价只能给到80%。没问题，你合同吧。王明本来已经抑制住激动的情绪，听到是80%回收，心里又开始狂跳。不怪自己没出息，我一农村长大的，哪里见过这么多钱？230万大虾币的80%可是180多万啊！工资才4000，虽然涨了500，那也要不吃不喝不消费的攒上30多年。签好合同，王明看着手机信息，银行到账183万，心里激动万分。离开 4S 店，王明又去兑换了一台橘子笔记本电脑，又拿着钱来到大中 4S 店，提了一款20万的轿车，随后开往前女友家。来到小区楼下，王明拨通周淑琴的电话。王明，没有事吗？我说过会约你。你真是疯了！我是周门门的妈妈，怎么能和你约会呢？孩子，你刚失恋，阿姨不怪你。还是这种事情的话，就别再打给我了。阿姨，哦不，淑琴，我要送你件礼物，我在你小区门口，你要是不下来，我就把东西交给周门门转送给您，你看着办。说完，王明挂断电话。周淑琴在房间里辗转反侧，这孩子怎么这么胡来？要是让门门知道王明要追我，可如何是好？斟酌了一番后，周淑琴来到王明面前，故作严肃地说道：“王明，你怎么能威胁我？快回去吧，别再做这些糊涂事。”王明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。他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淑琴，上车。你是中彩票了，快上车吧，我们去吃午饭，边吃边说。周淑琴猛地摇头：“孩子，我还有工作要忙，等我忙完，好好说通你。周门门她变了，但她始终是我的女儿。你这么帅，也很努力，会找到更好的。”只是吃个饭而已，不要这么抗拒，就当和你闺女分手安慰我喽。我真的不能去，这不是吃个饭那么简单的事。我是你阿姨辈的人，又是你前女友的母亲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传出去影响多不好，你别再让我为难了。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不过是吃个饭聊聊天而已，而且都什么年代了，大年龄差的恋爱不是更刺激吗？周淑琴脸上红晕再现，刺激什么？别胡说，我真的还有工作要处理，时间上也不允许。现在还早呢，我们去吃个简餐，用不了多长时间的。说完，王明通过霸道的力量给周淑琴请上车。周淑琴看着王明期待的眼神，心中的防线渐渐松动。好吧，就这一次啊，下不为例，而且我们得速战速决，我真的不能在外面待太久。周淑琴身上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的香水味，味道淡雅迷人，让王明有些上头。阿姨，你好香啊！周淑琴老脸一红，你这孩子，别再说这种话了。周淑琴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15分钟后，俩人来到一家西餐厅。淑琴，你看咱想吃点什么？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周淑琴看了看菜单，被价格惊到了。萌萌说你每月工资4000块，这里对于你来说好贵，我请你吧。听到周淑琴的话后，王明愣住。这周淑琴也太温柔，太善解人意，这种女人为什么活了37年没人要啊？王明注视着翻阅菜单的周淑琴，认真说道：“阿姨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。”你别乱说，我们之间太荒唐了。你再说这种胡话，我就走了。见周淑琴这个反应，王明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叫来服务员，点了一大桌子菜。见服务员走开，周淑琴问道：“这么多吃得完吗？”吃不了打包，不然晚上你还要给周门门做饭，我怕你累到，我心疼你。周淑琴刚想反驳，王明将地上的包裹提了上来，放在了桌面上。这是橘子电脑，最新款的，配置很好。听周门门说，你的电脑好多年没换过了，你的设计画图软件那么多，用起来应该很卡吧？以后用这个吧。周淑琴愣住了，橘子电脑，她一直想买，奈何舍不得。你从哪里来的钱啊？你真不是中彩了。王明又掏出大众汽车的钥匙，你那辆小甲壳也开了10几年了，我这辆车送你了，转让公证书我已经签好，你随时自己办理过户。还有这张卡，里面有120万，先还上房贷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周淑琴只觉一阵莫名其妙，在王明的死皮赖脸下，周淑琴的迷恋度上涨到了50。拜金女嫌贫爱富，跟我分手，我反手狂打2只因为我意外绑定迷恋系统任务攻略，拜金女母亲攻略成功可获得迷恋点，迷恋点可兑换各种物品。接上集，周淑琴和我吃完饭后，打包了剩下的食物回到家。周萌萌走到客厅，打开后看到是各种西餐。哎呦妈，你发财了，那么多吃的，还是西餐。随后又看到放在沙发上的笔记本电脑。你换新电脑了，挺贵的吧？旧电脑怎么处理了？旧电脑啊，旧电脑我放在回收啥回收？家人们谁懂啊？
就这个作者这制作水平，还想接广告，想桃子吃呢？这些都是别人送的。别人送的，你该不会是交男朋友了吧？胡说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朋友送的礼物，哪来的男朋友？周萌萌又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车钥匙，她瞪大了眼睛。哟哟哟，车都送了，还说没男朋友，是哪个大老板啊？萌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就是一个朋友。看我电脑旧了，车子也开了很久，就送了这些。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关系。普通朋友哪有普通朋友一送就是电脑和车的？妈，你就别嘴硬了，我又不会反对你找个伴。你一个人这么多年，也该有个人照顾你了。对了，他是做什么的呀？多大年纪？只要不是老头就行。不过这么有钱，老头就老头吧，也无所谓。咱就是说，也是望女成凤了。此时此刻，周淑琴真想把他送回福利院。这时，王明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周淑琴心中一阵慌乱，下意识地看了周萌萌，犹豫了一下才接听。喂，淑琴，我刚想起一件事，那辆车的一些功能操作可能有点复杂，我给你微信上发了个操作指南，你要是搞不明白，我找个时间当面给你讲讲。周淑琴的脸微微一红，紧了眼，周萌萌，不用了，车我不能要，我会找时间还给你的，还有那笔钱也会还给你。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东西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就当是我借你的，先一次性把房贷还了，我借你的又不用利息，对吧？等你什么时候愿意接受我的心意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周萌萌眼睛滴溜溜的转，悄悄靠近周淑琴，趁她没注意，一把夺过手机。喂，未来爸爸，我是你闺女，你放心，我这关没障碍。你这么大方又有心，有我在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帮你做我妈的思想工作的。周淑琴瞪大眼睛，想要抢回手机，两人开始了你追我赶。在追逐途中，电话那头传来王明压低嗓子的声音：“萌萌，谢谢你，记得你说过的话哦。”你就放心吧，交给我就完事了。王明挂断电话，见电话挂断，周萌萌还回手机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？”周萌萌吐了吐舌头：“我在帮你啊。”说完，周萌萌走回自己房间，留下周淑琴一人凌乱在原地。另一边，王明看着系统面板，发现周淑琴的迷恋度已经到了75，迷恋值的介绍上写着，当超过60，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好感，随着不断的增加，爱意也会增加。当达到90后，会心有独钟的爱，一旦达到满额100的迷恋度，就会死心塌地，至死不渝。这才约会一次，周淑琴的迷恋度就到75了。这么说，他对自己已经稍稍吐心了。看来要一鼓作气，继续约会，兑换1000系统币。第二天，周淑琴从银行走出来，用王明给的钱还了房贷，随后给王明打过去电话。喂，淑琴，怎么了？谢谢你啊，王明，你的钱我用了。明天中午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有时间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会发给你地址，明天见。挂断电话，周淑琴害羞道：“搞什么？我竟然约女儿的前男友。”她猛地摇头，努力说服自己是朋友关系，感谢朋友对自己的关心嘛，没什么的。隔天中午，两人面对面坐在座位上。淑琴，你今天真漂亮。谢谢，平时不怎么化妆，今天化了淡妆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我也刚到，可以答应我以后别化妆了吗？很难看是吗？眉毛画得很歪是吧？口红色号也太嫩了。周淑琴发现王明紧盯着自己脸看，双手捂脸，有些难为情道：“不是，是你化完妆更好看，我都没有心思吃饭，光看着你就很满足。”周淑琴的心扑通一下，什么鬼啊？这小子也太会聊了，颜值高，肌肉大，还这么会说话。完了完了，自己好像越来越对他有好感，这次分明是想把话说清楚，怎么说不出口了？王明见周淑琴羞羞的样子，会心一笑，拿出准备好的香水，是香2的红邂逅香水。周淑琴麻了，心理防线大面积崩塌。王明，你借给我这么多钱，还送我车和电脑，这香水太贵重了。你才是最贵重的，它只是个物品。说完，系统显示周淑琴的迷恋度达到了83。你别这么说了，我们真的不行。淑琴，你别有太多顾虑，我和你女儿已经结束了，她不配我关心，而你不一样，那一晚你都没和男人同床共枕过，我要负责的。不要再提那天的事了，多羞人啊！一场误会，负责什么？那你是拒绝我了吗？王明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对你也有好感，可是我无法面对萌萌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太突然了。对了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打车来的。你把车送我，自己打车不行，车还你。你刚步入社会，用钱的地方还多，不能这样。不用，打车挺好，坐车多舒服啊。听周萌萌说过你喜欢开车，车技很好。我喜欢开车，车技好。你开车技术好，我的车技也不赖的，我们互相学习长处。臭小子，胡说什么？再这样乱讲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我不说了。酒足饭饱后，王明送周淑琴。此刻周淑琴的迷恋度85，拜金女嫌贫爱富，跟我分手。我反手狂打百合的。只因为我意外绑定迷恋系统，系统任务攻略：拜金女母亲，攻略成功可获得迷恋点。
迷恋点可兑换各种物品。送完周淑琴回家后，王明来到房东阿姨家，来拿自己新房间的钥匙。尝尝我新泡的花茶，味道不错。钥匙呢？给我吧，我回去了。甲方一脸笑意地看着王明，这么着急走干嘛？陪我说说话呗。听说你谈新女朋友了，多大了？37岁，现在还没确定关系，不过应该快了。甲方听到后瞪大眼睛，37岁，你在逗我吧？你说的人不会是我吧？不过我都40了，阿姨可不能答应你哦，我是有老公的。阿姨，不是你想的这样，我现在追的人真37岁。王明一脸认真。甲方听后来到王明身边，跳起二郎腿，身体微微向后仰，将自己曼妙的身姿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，谄媚地说道：好吧，那陪阿姨好好聊聊天，我倒想了解了解你的新女友，你是喜欢年纪大的吗？说着，他轻轻咬了咬嘴唇，眼中透露出诱惑。见王明神情有些动容，加大火力，双腿搭在王明腿上，轻声说道：怎么还怕阿姨吃了你不成？说完还轻轻笑了起来。爹，绑定成功，绑定对象甲方，年龄40岁，颜值85，身材92，纯洁度60，迷恋度40。系统声音从王明脑海中传来，王明一脸诧异，刚绑定就有40的迷恋度。爹，绑定对象甲方触发任务，任务分成2部分，全部完成可获得奖励：一，在对方的婆婆家里吃饭；二，与对方的女儿一起爬山。王明看着任务内容呆住了。去她婆婆家吃饭？甲方女儿不是在本市上大学吗？而且还有男朋友，这难度比周淑琴的高太多了吧？想什么呢？回过神来，王明找了个借口说道：阿姨，我哪天有空再来陪你聊天，今天我有事。不逗你了，不过哪天真的要请你来家里尝尝我的手艺。随后，王明拿起新房间的钥匙走出门，回到房间，王明电话铃声响起，是老板打来的。家里的事情解决的咋样了？周一能来上班不？王明想了想，说道：老板，我想辞职。电话那头的江瑶沉默了片刻，才缓缓开口：你帮我把这个月撑过去吧。这个月接的单子特别多，我已经在招人了。人事这几天面试了好多人，等人员够用，肯定不留你。这个月我多给你1000块工资。王明琢磨一下，江瑶对自己还算厚道，不像有些老板那样当员工是牛马。好吧，我会等你招够人手再走。周一见。随后发了个消息给朋友张健，晚上来酒吧，我请客。晚上10点，忐忑不安的周淑琴来到周萌萌房间，诉说自己对王明的变化。萌萌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说。周萌萌一脸疑惑，注意到母亲一脸羞涩，瞬间懂了。是不是关于男人的事啊？周淑琴轻轻点了点头。周萌萌大笑：妈，你就别害羞了，快说说，是不是送你车的那个男的？周淑琴捂着脸点头，然后开口：我对他心动了。他不仅送我很多贵重的礼物，帮我还清了全部贷款。我不会因为这些迷恋他，主要是他真的很关心我，很喜欢我。什么？还清了贷款？你是说房贷？呢？天哪，这么有钱吗？100多万说拿就拿了，还有车、电脑，这么多礼物。你还犹豫啥啊？人家都这么主动了，你可都37了，错过这次机会，恐怕再遇不到这么好的。周萌萌越说越激动，周淑琴的表情越来越为难。我们岁数差了很多，整整15岁。周萌萌微微皱眉，15岁？这么说，他50出头呗，还好了，这么有钱，15岁不算大，我都有点心动。你要是不要介绍给我，你怎么就知道钱啊？他厉声说完，爪儿又扭捏起来。我说的是，我比他大15岁。哪里？和我同岁？妈，你牛啊，这是凯子啊，你真是要么不出手，出手就是大招啊。还犹豫啥？又有钱又年轻，无论白天晚上，你都幸福的要命。说什么呢？没大没小。周淑琴越来越羞，她控制情绪，继续认真说：我们的关系很复杂，他是爱，总之你会很讨厌他，我又怕你以后会讨厌我。周萌萌哈哈大笑，前怕狼后怕虎，怕什么啊？这么有钱，这么年轻的爹，我怎么可能讨厌？你就放心大胆的爱吧，占你光，我的零用钱也能多些。周淑琴很无奈周萌萌的观念，张嘴闭嘴都是钱，掉钱眼里了。你说真的，不管是谁你都能接受？当然了，他给你的没有200万也将近了吧？别犹豫了妈，和他谈吧。20多岁的小伙子，就算是玩玩，你也不亏。听完这话，周淑琴感觉无语的妈妈给无语开门，无语到家了。这可是你说的萌萌，我若是真的和他谈了，你可别忘记今天说的话。周萌萌嘟起嘴巴，我很期待和我这个年轻的爹见面呢。俩人互道晚安，周淑琴起身回自己卧室。另一边，王明和张健俩人正在酒吧 happy， 俩人双双左拥右抱，一边一个美女。兄弟，周萌萌要是知道你有钱了，一定后悔死啊！他马上就会感受到晴天霹雳。我来酒吧的事情不要告诉我女朋友啊，她给我发消息问我在呢，我说去你家了。哎呦，帅哥，女朋友管得这么严啊？要不换一个吧？王明打开手机，看到张健女友给发的消息，已经是2小时前的了。
你女朋友刚发消息问我，我没看到，应该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回就好，我明天随便扯个谎就行。男子与好兄弟半夜偷偷去酒吧，好兄弟就顺道喊来4个咯咯哒，玩嗨了上头的兄弟彻夜不回家，隔天弟媳急促敲门上演抓小三。王明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晓得你在家，别躲在里面不吭声。卧槽，是李芷璇的声音，看来情况不妙，兄弟儿，你可害惨我了。快开门！张健根本没去上班，你给我个说法。王明无奈打开门，让李芷璇进门，看见张健女友气鼓鼓的，于是说道：“我是法制频道主持人啊，我还给你说法，要不要我给你做法？他去哪我管得着吗？你作为他对象，你都不清楚，我咋会知道？”行啊，好，你就帮着他骗我吧，我非得跟他分手不可。王明见自己火上浇油了，急忙圆场。哎呀，这么点事，至于分手吗？他现在越来越过分，每天凌晨才回来，我都没说啥，现在居然在外面过夜，还搞出个失联。其实昨晚王明和张健分开后就回家了，他也不知道张健去了哪里，结果早上睡醒就遭到了李芷璇的电话轰炸，迫不得已随便找了个理由说张健昨晚在自己家，今天早早去上班了。王明见李芷璇气得脸都快发紫了，赶忙安慰：“别气了，他不会有事的，这么大个人还能丢了不成？丢了才好呢，气死我了，走丢了我正好换一个。”王明正想着该如何继续安抚他，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一下，掏出手机一瞥，周淑琴来找自己了，已经到楼下了。王明心里一紧，李芷璇还是这副态度，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乱子，得先让他离开这。芷璇啊，你先消消气，要不先回家等张健的消息，说不定他一会手机充好电就联系你了。我才不回去，今天你不帮我找到他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李芷璇双手掐腰，态度十分坚决。王明头皮发麻，李芷璇真是难缠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依不饶。昨晚和周淑琴聊了那么久，好感度都90了，现在周淑琴已经到了，要是李芷璇瞎说，一定会对自己好感锐减的。一阵清脆的高跟鞋踩踏在走廊传来，没一会就来到王明房间。亲爱的，你家门咋没关啊？李芷璇回头望去，满脸疑惑，不知道这个漂亮阿姨是在喊谁。周淑琴走进两人身边，看到李芷璇后，不禁皱起了柳眉，轻声问向王明。这是王明赶忙介绍，这是我兄弟媳妇。李芷璇哼了一声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谁是他媳妇？我们只是男女朋友，以后没准就是路人。”王明把事情经过给周淑琴讲了一下。周淑琴了解情况后，原本皱着的眉毛舒展开来。哦，这样啊。李芷璇上下打量着周淑琴，问向王明：“王明，他刚才喊谁亲爱的？”王明笑着解释：“这是我的女朋友。”听到这话，周淑琴的脸微微泛红，李芷璇像是被定住了一样，瞪大了眼睛，半天才难以置信的缓缓开口：“这位漂亮阿姨是你女朋友？”叫什么阿姨？以后叫嫂子。李芷璇还是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，又仔细看了看周淑琴。周淑琴上前2步，礼貌地微笑着，大方地伸出手。Hello。李芷璇这才缓缓伸出手，与周淑琴轻轻握了一下，一直是愣神的状态。那芷璇，你要不快回去吧，张健开机了就会联系你的。李芷璇本不想这么轻易走掉，突然出现这么一位气质出众的美阿姨，她也不好意思当电灯泡，无奈下她只好往门口走去，边走边大声说道：“王明，你最好别骗我，阿姨好好管着你的小男朋友，他可不太老实哦。”李芷璇走后，周淑琴略带醋意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出去花天酒地了？”没有。周淑琴哼了一声，继续追问：“昨晚在微信上喊我宝贝，实际上手上抱着别的宝贝吧？”确认关系第一天就开始吃醋了。王明拉起周淑琴的手，2只手触碰的一刹那，周淑琴的身子猛地一震。此时的周淑琴羞涩得像个小姑娘一样。周淑琴小声嘟囔：“你还没说，昨晚是不是花天酒地去了？”我兄弟以前总请我吃饭，如今我有消费能力了，肯定要回请啊。周淑琴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么说，实花酒了。”他说着想要把手抽走，王明紧紧攥着不肯撒开。没有了，我们出门吧。随后2人走到1楼，上了车，没一会就到了餐厅。昨晚我和萌萌说我要谈恋爱了。王明没有感到惊讶，淡然问道：“说对象是我了吗？”这怎么能说嘛？你们分手不到1个月，我就和你搞在一起了。什么叫搞在一起？我们光明正大，而且那天我给你打电话，他说会全力支持我们在一起。虽然他没听出来是我，但他答应的。周淑琴叹了口气，这个丫头就是觉得你有钱。昨晚我和她说这个事，她说特别想见见你这个爹。王明笑出声，哈哈，我还真想他喊我爹呢，以前他总叫我爸爸。说到这，王明赶忙打住。周淑琴严肃地注视着王明，然后扭头看向一旁，故作生气。王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咳嗽2声，解释道：“那个，我和他都结束了，以后他再喊我爸爸，就是以晚辈的身份了。”周淑琴美眸低垂，不愿理王明。王明见他是真生气了，站起身走到对面，坐在他身旁，拉起一只手：“像你这样感情史像一张白纸的太少了，你都知道我和萌萌这段感情，别气了。”周淑琴转过头瞪向王明：“以后不许提你们的风流过往。”王明另一只手挠了挠后脑勺，尴尬的笑：“我没刻意提，只是顺嘴说出来了。快吃吧，一会儿我们还要去湖边呢。”周淑琴看着王明，哼了一声：“要是再犯，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你。”一定一定，快吃吧。吃完饭后，2人准备去公园逛逛。王明来到卫生间，打算方便一下。这时，王明电话响了起来，是李芷璇。这还没联系上张健吗？这小子也真不让人省心。王明接通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李芷璇的大哭声：“王明，张健死了。”
别人的系统都是带宿主走向豪门之路，这个系统却是个老六，给宿主出各种难题，不仅要攻略前女友母亲，搞定成功阿姨，现在连好兄弟的女友也不让放过。王明，张健死了。王明听后一脸震惊，昨天晚上还是好好的，怎么一夜过去人就没了？他惊愕地站在原地，半天缓不过神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：张健死了。对，昨晚死的。我刚从停尸房出来。芷璇，别开玩笑了，你在逗我的吧？李芷璇哭得越来越崩溃。这种事我哪敢开玩笑啊？你能过来一趟吗？我没经历过这种事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王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深吸一口气问：你在哪？我马上过去。婉灵火葬场。王明挂了电话，定了定神，随后走出卫生间，来到邹淑琴旁边。亲爱的，我有急事，你先开车回去吧。邹淑琴看着王明神色不对，关切问：出什么事了？我兄弟出事了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那行，你注意安全，电话联系。你回家开车慢点。随后王明来到街边，扛起一辆出租车，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前往火葬场。另一边，李芷璇在停尸房外哭得泣不成声，看到王明来了，瞬间崩溃了。王明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下午1点，警察联系我了，说他猝死在酒店。猝死在酒店，他人呢？李芷璇指向停尸间，王明定了定神，拉着李芷璇走进屋内。拉开白布，张健静静地躺着，脸色苍白，毫无生气。看到张健的那一刻，王明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，差点没站稳。这个该死的家伙和别人开房，死在房间里。和别人开房了呢？警方调取了酒店的监控，他是和一个女人一起的。事后警方找到了这个女的，经过调查，张健死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因为害怕，没有报警跑掉了。王明都呆住了。稍稍分析，张健一定是和酒吧中的其中一个女人去的酒店。王明努力让自己平静，或许他们只是交流工作呢。交流个屁！那女的全都交代了，就是办事的途中死的。昨天你不是跟她在一起吗？你难道不知道她鬼混去吗？王明一脸无辜。我们是在一起喝酒没错，时间太晚了，我就回家了。他不回家也能怪我吗？李芷璇无言以对，边哭边说道：我该怎么和他爸妈说啊？需要家属到才能火化。这个家伙眼下的后事需要很多钱，我哪有钱啊？什么孽缘啊？王明此时也愁眉苦脸。张健的父母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知道这个消息后肯定接受不了。如果昨天没有去喝酒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事。想到这有些自责，看着李芷璇无助的样子，他伸手将李芷璇搂在怀里。接下来需要钱的地方交给我吧。李芷璇此时正好需要依靠，泪眼朦胧的点了点头，靠在王明的肩膀上。嘟嘟，识别对方是可绑定对象。王明脑海里传来系统提示音：可绑定对象李芷璇，与对方深度交流后可绑定。系统的提示音消失，王明低头看着靠在自己身上的李芷璇。这是让我照顾兄弟媳妇，也是啊。张健没了，李芷璇在这个城市无依无靠，自己不能不管。芷璇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和我说，我会尽量照顾你的。当初张健也是这样说，结果呢，死在别人身上。他轻轻推开王明，难以启齿的开口：能不能先借我点钱？停尸费和冷柜费用要先交的。王明拿出手机，点开李芷璇的头像，一下就转过去了5万。这些你先用着，不够的话再和我说。用不了这么多啊，整个后事也不需要这些钱啊。剩下的你就先用着吧。张健昨天还和我捣鼓，你们的房租要到期了，你们不是半年付吗？李芷璇感激的点了点头。谢谢你，我会尽快还你的。以后再说，我眼下不急着用钱。那我先去把费用交一下。李芷璇转身走出停尸房，王明又看了2眼毫无生气的张健，叹了口气后，拿起白布重新遮住张健，便出去了。门外，李芷璇交完费用回来，走到王明面前：费用都交好了，谢谢你，王明。别客气，你也别太激动了，我们只能面对现实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李芷璇摇了摇头，神情落寞。我也不知道，先想着怎么把张健的事告诉他父母吧，之后可能会离开这个城市，我没什么留恋的了。绑定成功，绑定对象李芷璇，年龄22，颜值86，身材88，纯洁度90，迷恋度59。与李芷璇的绑定任务已更新，引导对方留在西莞市，助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。当对方彻底放下心中的痛苦阴影，即完成任务。王明看着系统弹出的提示，冲着系统喊道：这任务看起来确实不难，但是狗系统，你是把我当曹二了吗？后面2个绑定的怎么都是有妇之夫啊？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我可是这部剧的主角，是正美人物。抱歉，宿主，系统绑定都是根据宿主的心之所想来的，任务也是合理的，请别污蔑本系统，不然本系统直接自爆。王明尴尬的咳嗽2声。系统离开后，王明看向李芷璇问：张健的后事处理好，你就要离开西莞。李芷璇微微低下头，眼中满是迷茫。留在这个城市，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，我实在是待不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重新开始。以前我们想留在本市，为了买房打拼，他不在了，感觉生活一下子没了方向。王明听到这感觉有一丝可笑，这是他一厢情愿。张健的工资自己都不够花，还要花些他的，买房要猴年马月吧。他是没了，目标还在啊，你自己也可以为了买房继续努力啊。你有一份不错
错的工作，这就是你的底气啊。李芷璇想了想，你说的对，没了他，或许可以加快买房的进程。我会好好考虑这件事。谢谢你的开导，王明，还有你借我的钱，会尽快还你的。5万块就当我为死去的兄弟出点力了，就算了吧。只要我还在西莞，就会尽力照顾你的。李芷璇有些感动，轻轻点了点头。谢谢你。西莞确实是个不错的城市，在大学这几年没有钱去消费，如今可以赚钱了，却舍不得去这个城市到处玩玩，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呢。王明越来越替李芷璇道不平，张健可是经常大手笔的消费，李芷璇不舍得花，合着钱都被他花了。王明轻轻开口，我会陪你去那些地方的。你陪我？王明点头。李芷璇冷静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，喂，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就是那个阿姨，不是，是那个美女。王明反问，朋友关系就不能约会吗？李芷璇有些犹豫，可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万一被你女朋友误会了。别想那么多，以前张健陪我又陪你，如今省去中间商。李芷璇被王明的话逗笑，紧绷的神情舒缓了些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代替张健陪我，我代替张健陪你？张健都好久没碰你。王明的话未说完，停尸房似乎出现一丝抽泣声，两人身子猛地一震，随后异口同声，你也听到了。男人前脚刚刚去世，自己的兄弟竟打起女友的算盘，孤男寡女搂搂抱抱，眼前的尸体却为何无动于衷？这事情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欲知详情，你看，我就是不告诉你。接上集，俩人走进停尸房内，张健安静地躺在原地。你哥们都知道要多陪陪我，你喊。王明赶忙捂住李芷璇的嘴巴，别说了。李芷璇挣扎开，大声说道，怕什么？我替他收尸，你给他出殡葬费用，我们没有一丝丝对不住他的地方，反而是他根本对不起我。行，你说的对，不过人死为大。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通知张健的父母啊？李芷璇的神情又暗淡下来。我想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再告诉他们，怕他们大老远赶过来，一时接受不了，又手忙脚乱的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安排好所有事情后，就交给警方通知吧。这样也好。正说着，抽泣声又隐隐约约的响起来，两人身子瞬间镇住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明努力让自己镇定。也许是风声，这地方阴森森的，有声音也正常。这时，声音变得惊悚起来。李芷璇吓得紧紧扒拉在王明身上。不会真的是张健的鬼魂在作祟吧？王明以前可不怕什么鬼神，如今自己有系统，什么事不可能发生了。不过自己又没做什么，只是说着帮他照顾李芷璇，眼下还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。就算是张健，他也不会伤害我们的。一个是他兄弟，一个是女友。王明话音落，一阵敲击声响起，夹杂着大喊：放我出去！真的有人？是鬼？难道真是张健？不对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是从身后传来的。说完，两人朝着声音来源走去，来到一个冷藏柜面前。难道真的有鬼吗？救命啊！救命！女人的呼喊声和哭声愈发凄惨。王明摇了摇头，笃定说：“这是个活人，快救人！”一番折腾过后，两人从冷藏柜中救出一名女子，她披头散发，脸上的妆容很精致，但明显是个死人妆。王明小心翼翼蹲在女子身边，轻声问：“你没死，怎么会被关在冷藏柜里？”女子抽抽搭搭的哭着，哭了好半天才断断续续的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里面越来越冷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”李芷璇不安道：“这到底是人是鬼哇？我是人！”双手抱膝的女子吼了一声，身体还在止不住的颤抖。她抽着努力回忆之前的事，太危险了。若是自己和李芷璇没有听到声音，这女人在柜子里待上几个小时，可能就被冻死了。走，出去晒晒阳光，你身子太冷了。王明抱起女子走出停尸间，女子凌乱的头发将面容遮得严实，但从瑟瑟发抖的身子不难看出女人极其的恐慌，应该是假死状态，被家人误以为真的走了，才被送到火葬场的吧。王明喃，李芷璇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不对，我是被害的。被害的。三人来到火葬场的业务厅，厅内的几个人瞥见女子一身殡葬的打扮和发型，皆是吓得一哆嗦，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。活人死人你们都分不清啊，差点就把活人给推进火化炉。其中一人瞬间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去找领导。”另外两个年轻一点的人则呆呆地站在原地，被眼前状况给吓了。平日里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？李芷璇焦急朝着两人喊：“快找个屋子，让我们进去。有没有毛毯啊？”“我这就去找。”另一个人说：“那边是接待室，来这边吧。”王明看向男子：“去弄点热水来。”“好。”接待室内，女子瘫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，低声抽泣。你不得好死，畜生！王明看了看李芷璇，两人的目光交汇，脸上疑惑的轻声问：“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？”女子努力控制着情绪，伸手捋了捋凌乱的头发。李芷璇赶紧掏出纸巾递了过去：“擦擦吧。”女子接过纸，捣鼓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擦掉了脸上的妆容。王明定睛一看，不禁愣住。李芷璇更是呆滞2秒，然后惊讶的喊出声：“林奇！”王明怕自己看错了，又仔细的瞧了两眼，满脸惊讶的问：“
你真的是林奇？林奇轻轻的点了点头，李芷璇的手不自觉的捂住了嘴巴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。林奇是大夏国的一线电影明星，在西莞市拥有好几所豪宅，即便是友情出演，片酬也高达几千万。才30岁，就是个不随便接戏的艺术家，对剧本挑得很，已经有2年没新作品问世了。李芷璇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来，兴奋的说道：“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就在我们的合照上签，我可喜欢你了。你演的那个猎照女皇，我都刷了10几遍了。”王明瞥了李芷璇一眼：“你确定要和这个模样的他拍照吗？到时候你可就直接上头条了。”李芷璇微微一怔：“对哦，到时候标题就是天道年轻男女情感救赎一线女星极限回魂。”王明无奈的拍了下自己的额头，暗自叹气。这李芷璇的情绪转变也太快了，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。她是不是都忘记自己死了男友这事儿？林奇慢慢的停止了抽泣，逐渐冷静下来，整理了一下思绪，缓缓说道：“是你们救了我，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”李芷璇听后激动万分，脑袋往前探着问：“那你能带我演戏吗？我做个龙套就行，只要能带我入行。”王明忍不住又瞪了李芷璇一眼，严肃的说道：“先说正事，林奇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刚才说有人害你？”林奇点了点头，咬着牙：“没错，这不是梦，是我真真切切听到的。话要从2年前说起。”嗨，我又来了。说来话长，咱这集就先不说了，内容放到下一集讲。我相信观众们都能等一下的吧。